我现在人在冲绳，然后这一次呢选择自己租车自驾看看，然后这次选的公司是一家叫做 OTS 的，这边有写，然后它非常方便，它全程都可以讲中文跟你沟通，包含保险啊、租车还有注意事项都有，然后还很贴心的贴了一些注意事项在方向盘这边。好，那我已经非常久没有开右边了，那直接来挑战看看咯。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赖长岛，就是假如你来冲绳啊，下飞机之后第一个可以来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因为它离那霸机场非常近，这旁边就是那霸机场。然后它这边特别之处就是说，它沿着一个山上，然后盖了很多白色的建筑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咖啡厅、餐厅等等的，你可以坐在那边，然后看着海，然后还有机场的起降，就是离飞机场非常近，然后整个气氛就很棒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夕阳应该是可以看得到，看那个角度，对，应该是可以。那它除了商店以外，它上面还设计了很多一些让你可以拍照打卡的点，我也觉得蛮贴心的。然后唯一的缺点就是那边的风很大，你看我头吹得像疯子一样。其实我已经去完了我才开始录，因为那边的风太大了，根本没办法收音。对，但整体来说还是不错。我在这边的位置就是在那霸市中心非常有名的波上宫，然后它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面，你稍微走路上去就可以看到它。它里面不大，小小的，然后它在海边的悬崖上面，所以我在进去之前啊，我特地绕到波上宫的后面，然后去拍它跟海滩的一个远景，拍到之后我才进去里面。那个点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的。今天直接来那个北谷附近的一间鱼店，然后它都是产地直送最新鲜的鱼。它除了有卖鱼之外，它还有卖这些帮你包好的寿司、生鱼片等等。然后这次买了这个，像这个才1080，这个这样子才465，这个411。然后它店里面整理的非常干净，什么都有卖。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好吃的。我觉得来冲绳真的是租车比较好，因为它景点其实都隔蛮远的。其实冲绳比我预期中的还大，它的南北长度啊，可以从台北到苗栗这么远。对，所以
它每个景点啊，开车可能都要半小时、1小时以上，真的是自己开车比较方便。但我发现整个琉球到处都是停车场，非常好停车，包含百货公司就不讲了，然后一些路边的餐厅，它一定前面都有停车场让你停，然后饭店也很好停车，还有景点也都很好停车，所以这个都不用担心。现在的位置就是冲绳北方的另外一个小岛屿，叫做古宇利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大家都是来这边看海啊、喝咖啡。然后意外的发现了一家很小的一间咖啡厅，叫做古宇利家。它不大，可是整个风格都走得非常可爱的路线，就是开车一经过就被它吸引到，然后就想进去喝喝看。这间咖啡店的招牌就是这个红玉奶昔，红色的芋头奶昔，这个非常好喝。它这边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定位的话，它只能点喝的，它吃的都要另外先预约才可以。这是它的招牌饮料红玉奶昔，我觉得非常好喝。你看，整间店都是走那种复古的风格。有卖它的一些小物，也是非常可爱。Okinawa。刚刚在咖啡厅里面买了一件这个 T 恤，它这边写的冲绳，然后 Okinawa， 然后那边有卖很多种不同的图案。我原本以为是有人寄卖或怎样，结果不是，老板说他自己设计的，然后他自己里面有工具在里面把这个图案印上去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然后这一件的话就是1008日元。这边是那个就是北谷美国村这边的一间叫做 Blue Seal 的一间冰淇淋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因为它不甜，然后口味选择又多，然后又有很多那种冲绳才有的口味，它可以选这样的冰淇淋，大球、小球，还有一种是搭配松饼的，我觉得都还不错，这个是蛮推荐给大家的。好，我讲得好顺啊，是因为好吃吗？讲那么顺？好吃啊，这个我是真的觉得好吃啊。换一个，因为我刚刚吃到一半才想说来拍一下好，因为真的蛮好吃的。哦，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在冲绳北方的一个叫做金龟人沉积的地方，它这个地方也是世界遗产。冲绳有很多个不同的沉积，就是古迹留下来的房子，然后会组合成一个世界遗产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其中一个叫做金龟人。刚刚有进来看一下，都是很多目前还在外围，就是很多大石头留下来的城墙。现在走到城顶，唯一看到的一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庙，它是以前琉球人祭拜火神的，就这个而已。然后剩下就是一片草原，然后可以继续走。啊，再往下走一样啊，它就是走到下面一层的围墙里面。
我们刚刚已经从那个城墙那边已经出来了，然后它下来停车场售票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博物馆小小的。因为我们刚刚上去啊，我就发现它真的只剩城墙，包含里面历史的一些文物啊、雕刻我都没看到，它可能会在这个里面。还有这个日本战争时候的债券呢，这边竟然还有。哇，以前的村寨，把它画出来。哦，还会付一碗饭。这个软骨真的太好吃了，它这边啊，这个地方放到嘴巴里，马上入口即化。然后它还配一碗饭，然后它这个汤我选这个适中，不会太咸，非常好喝。这边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是结账的时候拿一张这个过去，然后打在后面发现，都是5，因为我们坐在5号桌，所以拿这个他就知道是5号桌要结账。我现在在那个北谷的北边一点点，大概20分钟的车程，然后到了一个这个里叫做陶器的里，就刚刚一来才发现这边太有趣了，它整个镇上都是在做陶器，有点像是莺歌的感觉，然后有一家一家卖陶的店。这边冲绳的特色，很像那个台南的那个剑狮吧，然后这个就有点像金门风狮爷的感觉，冲绳的特色。然后它这边都做不同的造型，有些做的非常可爱，像这个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哦！这个1008日元而已，陶的。Okinawa 冲绳石敢当。
我现在人在冲绳的世界遗产的另外一个点，叫做首里城，这边也是冲绳最大的古城。它是4个颜色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绕一圈。你看，它这个章是要自己去收集的，然后4个叠在一起就会变这样彩色的。我们现在是黄色的嘛，然后红色的叠上去，等一下叠天空，然后叠细节就有了。终于进来这边了，这边就是进去正殿的门口。他现在用这个铁皮包起来了，他正殿在修复。首里城的火灾，哇，整个烧到没有了。火灾前这么漂亮，然后全部烧光。我们现在就在这边正殿的位置，全部烧平。这边就是看他现在修复的过程，里面好多人在弄，而且这个工厂也太干净了吧！他用成室内的去装修，而不是室外的。现在是补那个房子的细节。也是在修复。哇，怎么盖上去差那么多啊？哇，这个，哇，然后盖了3个之后变这样。后面那个就是刚刚正殿修复的馆，它在背后还是画一个原本正殿后面该长什么样子，它有用画的画出来。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馆，也是一个纪录片，就是它修复的过程。那现在再往后面走，他说是有一个展望台，然后我现在就往上面走。刚刚进去看呢，虽然完全没有，我原本以为只是修复而已，没想到是整个烧毁，完全一点都没有，然后全部重新盖一个。那刚刚看的过程也是觉得很惊艳，因为它整个过程处理得非常细腻。第一次看到木工的环境一点粉尘都没有，就是整个都很干净，然后它都有展示它所做的细节，它都展示得非常清楚。完成品，我们4个点都盖好了，这边这样彩色的，很精致哎，它天空还有细节，是深浅不同的。在这边是那个机场附近的一间很大型的购物商场，然后它后面那边啊，这一栋它其实是一个水族馆，好像是新开的。冲绳好像有2个，一个是在北边，然后一个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小但比较新的。昨天是已经把车还了，那还的时候才发现车子前缘啊，就是有一点刮伤，也不是撞击，就是有点刮痕，在前缘的下半部有点刮痕。那还好，这一次有保那个豪华险，那所以就没事，完全没事，你就签个名就可以走了。所以我真的强烈建议来国外租车，真的险就是给它保到最好的。那这样子遇到状况就不会再花费心力或花费金钱去处理，真的比较方便。因为我那个也不是撞到哦，我那个就是到还车的时候，他才去找到有一条刮痕，那确实是有啦，可能是地上的石头或者是比较低的一些东西刮到之类的，那也没办法。
对，那还好有保险，那还是强烈建议一定要保，这钱不能省。好，那就这样啦。